这一集，我们沿着黄河前往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大坝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三人自由行，我是汤圆儿，我是汤姨，我是汤叔。我们现在前往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大坝，走。驱车沿着水绿岸青的黄河支流青龙涧河，我们经过了三门峡市区。这一座河南省最西部的地市，是距黄河最近的一座城市，也是因为三门峡大坝的兴建而崛起的一座新兴城市。离开三门峡市区，在峡谷中继续前行，就来到了大坝景区入口停车场。我们现在进入大坝了。今天说电梯坏了，我们下不去，所以景区说原价30，票价改为15，然后停车费再收5块钱。我们3个人一共收了50。景区入口还刻着一首诗句：仰临砥柱，北望龙门，茫茫雨季，浩浩长春。这首诗是公元638年，唐太宗李世民渡崤函之险，见分闪之地，来到三门峡谷写下的。他伫立在仰慕已久的砥柱山上，在古老的黄河边，向北遥望那峭壁对峙的龙门，思绪万千，感慨先贤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。相传啊，古时黄河在这里为太行山脉所阻，大禹治水在这里挥神斧，将高山劈成人门、神门、鬼门3道峡谷，引黄河之水滔滔东去。这也是三门峡得名的由来。如今，人门、神门、鬼门已和大坝融为一体，黄河高峡处平湖，碧波荡漾，千年古峡已成为旅游胜地。这是三门峡库区。这个黄河，它就有点像那个黄河的中上游的那种上游啊。对。在大坝的另一侧，紧挨着大坝的是右岸电站坝体和电站厂房。矗立在大坝下游的，就是有着许多古老而动人传说的中流砥柱和张公岛。传说中流砥柱是大禹治水时留下的镇河石柱，千百年来，即便洪水季节，它也始终没被淹过，巍然屹立在黄河激流之中。更加神奇的是，古时过往船只如果想要避开河中砥柱时，选择靠近岸边的水流，则只能人仰船翻，船毁人亡。如果面朝砥柱时直冲而去，反而会安然度过。因此砥柱石又名朝我来。在隔墙下游端的是张公岛。相传古代有个姓张的老艄公，目睹三门峡水道险恶，浪急波涌，经常发生船翻人亡惨祸，就在岛上搭棚居住，义务为过往船只导航。后人为纪念这位好心的老艄公，就以他的姓氏命名为张公岛。这个是1号机的工作闸门室，这闸门，大坝上的闸门，他盖了个房子给罩起来了，就有很多铁轨，是闸门打不开的时候，还有悬吊臂
给它调开。这是一部跨两省，山西河南的交界的地方，接流石。我现在站在河南的土地上，而这一步就跨进了山西。日行千里算什么？看我的！诶，前一秒在河南，下一秒我就跨过了黄河，来到了山西。猜想一下，你能飞得最快的速度是多少？让汤鱼来给你演示一下，1秒之间来飞越一个省份。来，1秒之间从河南飞到了山西，怎么样？够厉害吧？在前面就是起闭机4500KN 了，游客不让过去了。这边应该是泄洪吧？泄洪排沙的。从大坝上坐电梯下去，就来到了大坝下面。这里是黄河观鸟的好地方，我们可以欣赏到水鸟。我们今天来到了三门峡大坝景区，来到这儿之后呢，其实我们心里蛮沉重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其实，在新中国的这个黄河的这个水库建设史上，三门峡大坝不算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建设案例。三门峡因为有着坚固的花岗岩河床，还可控制92%的黄河流域面积，历史上就被视为黄河优良库址。因此，到了民国，在三门峡筑坝的设想就开始被人频频提起。1954年，委托苏联专家设计了三门峡枢纽大坝，这是黄河干流的第1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。在争议和质疑声中，大坝1957年开工建设，1960年基本竣工，下闸蓄水。1961年，三门峡刚刚修好，蓄水刚刚超过潼关1点，人们对大坝的担忧就变成现实。渭河流域淤积了大量泥沙，河床抬高，大片良田浸没，土地迅速盐碱化，危险直逼古都西安。世代生活在渭河平原的许多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，向宁夏缺水地区迁徙。迫于无奈，只好降低水位，同时返工打通排水洞，以泄泥沙。时至今日，科学家已经承认，当时三门峡高坝大库的建设的确是一个错误。三门峡工程那是大多数人赞成建高坝大库，少数人不赞成。事实证明，少数人对，而多数人错了。三门峡大坝在水利建设上是一个失败的项目，但是呢，黄河水患治理自古就是千古难题，失败是成功之母。有了三门峡大坝的建设，后人从里头吸取了很多的教训，才有了今天成功的小蓝底。所以我们要感谢这座大坝。据统计，三门峡水电站自1973年12月首台机组并网发电，至2021年6月30日，累计发电约580亿千瓦时。按不变价格，上世纪60年代每度电
0.065元计算，共创产值37.7亿多元。三明峡工程总投资9.64亿元，电价收入已经是总投资的4倍，效益显著。也正是因为三明峡水利枢纽的存在，黄河下游再没有发生过凌汛决口，黄河此后岁岁安澜。